随着中美对抗的局势越来越白热化，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确保俄罗斯当年的那些错误不会在中国身上重演。苏联解体，俄罗斯衰落的历史教训就摆在眼前，中国必须瞪大眼睛看清楚。尤其是现在，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压已经明目张胆，妥协退让是换不来和平的。俄罗斯的教训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自己能够通过妥协融入西方的体系，结果呢，却被排挤、被削弱，最后国力一落千丈。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俄罗斯没有坚守自己的核心利益和原则，而是试图通过让步来换取西方的接纳和认可。然而，事实却残酷地证明，这种妥协和让步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进一步削弱自身的实力和地位。中国必须咬死这一点，自己的核心利益不能丢，自己的路得自己走稳。在面对美国和西方的围堵和打压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和压力而动摇。外交上的硬气，绝不向西方低头。俄罗斯当年的外交失误可以说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以为自己能够跟西方做朋友，甚至想融入欧美那套体系。他们以为通过妥协和让步可以换来西方的尊重和接纳。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西方压根儿没把俄罗斯当回事儿，反而趁机搞北约东扩，把俄罗斯挤到墙角。这一系列的举措无疑是对俄罗斯的极大侮辱和挑衅。中国必须看明白，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敌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也不是靠我们低头就能化解的。这种敌意是根深蒂固的，跟意识形态、利益冲突脱不开干系。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其全球霸权的主要挑战者，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妥协和让步而放弃对中国的打压和围堵，因此中国要是还想着通过让步换取西方接纳，那真是异想天开了。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想干啥就干啥，不看美国脸色行事。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我们推动全球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对外开放和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继续推下去，哪怕美国跳脚也没用，自己的利益得自己守住，绝不能指望别人发善心。再说个例子，俄罗斯当年对西方的幻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后，他们觉得自己能和平共处。他们以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会随之消失，大家可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然而西方却压根没停下打压的脚步，他们利用俄罗斯经济困难、政治动荡的时机，不断加强对俄罗斯的围堵和打压。从经济制裁到军事威胁，从政治干涉到文化渗透，西方对俄罗斯的打压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美国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再到军事挑衅，哪一次不是冲着我们的核心利益来的？他们试图通过打压中国来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在外交上硬气点，别怕得罪人，这是保住自己饭碗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不畏强权，不惧威胁，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尊严。经济得抓牢，实力才是硬道理。俄罗斯当年的经济崩溃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那时候是个工业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实力。然而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却直接崩了，靠卖资源过日子，国力一蹶不振。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没有守住经济命脉，改革乱了套，最后让西方资本钻了空子。中国必须吸取这个教训。经济实力是国家的底气，没钱啥都白搭。我们必须加强经济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只有经济强大了，我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得更稳，说得更响。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很大一块就是在经济上使绊子，他们试图通过贸易战、制裁华为、卡芯片技术等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些招数就是要让中国经济喘不过气来。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经济发展，相反，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强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具体咋抓呢？一是得加快转型升级，我们不能老靠低端制造业吃饭，得往高端走，搞科技创新。芯片这事儿就是个教训，我们必须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高芯片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
不能再让别人卡我们的脖子了。二是得稳住内循环，19亿人的大市场是我们的底牌，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这样，即使美国想封锁我们也没那么容易。三是得防着西方资本趁虚而入，俄罗斯当年就是吃了这个亏，他们的国企被贱卖，国家资产流失严重。我们必须看紧自己的钱袋子，别让外资随便捞好处。经济强了，美国的打压才没那么疼。我们必须咬牙挺住，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得更稳，走得更远。三，军事得硬起来，别让人随便欺负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硬保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谁都敢来踩一脚。俄罗斯当年的军事衰落就是其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他们的军队实力大幅下滑，武器装备老化，连基本的国防需求都撑不下去了。结果呢，国际上说话没人听，连自家门口的乌克兰问题都搞得一团糟。中国必须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军事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威慑力。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搞军事围堵，航母、军演、基地一个接一个往中国周边凑，这摆明了是威胁。我们的应对只能是把自己的军事实力搞上去，不是说要跟美国打仗，但得有让人不敢动的威慑力。比如航母，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辽宁舰、山东舰，将来还得再多几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海洋上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再比如高超音速导弹，这玩意儿得抓紧研发，关键时刻能镇住对手，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同时，我们还必须把民用技术跟军用技术结合起来，加快现代化建设。只有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我们才能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威慑力。军队战斗力上去了，美国想挑衅也得掂量掂量，他们不会轻易冒险去挑战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四，思想上得拧成一股绳，别让外人钻空子。意识形态这块，俄罗斯的教训更深刻，苏联解体前思想上就乱了套，西方的价值观渗透进来，搞得人心散了，国家也稳不住。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分裂得更厉害，连个统一的方向都没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和分裂是导致俄罗斯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必须警惕这一点。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一点没少，他们从网络舆论到文化输出，处处想挖墙脚。他们试图通过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来影响中国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加以防范和抵制，就很容易被他们钻了空子。因此，我们必须把思想防线守好。怎么守呢？一是得坚持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不倒，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我们不能让西方的那一套随便进来洗脑。二是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透，我们必须让老百姓明白我们为啥走这条路，为啥坚持这些原则和立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我们的思想所感染、所打动。三是得管好舆论阵地，尤其是网络。现在网上有些人动不动就唱衰中国、贬低中国，这背后没少有美国的影子。我们必须加强网络监管和管理，防止这些有害信息的传播和扩散。俄罗斯当年就是思想防线崩了，才让国家散了架。我们必须拧成一股绳，14亿人一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御外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五，国际上得多交朋友，别让自己孤立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不能光靠自己单打独斗，必须拉帮结派，把朋友圈做大。俄罗斯当年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苏联解体后国际影响力掉得太狠。冷战时期，苏联好歹是个超级大国，后来却被孤立得不行，连发展中国家都懒得搭理他。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让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举步维艰。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让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现在美国想孤立中国，搞什么印太战略，他们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围堵我们，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对中国的包围圈来遏制我们的发展。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国际合作和交流。相反，我们必须反着来，加强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比如非洲、拉美这些地方都是潜力股，我们必须多投资、多帮忙，拉近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支持和友谊。再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这不光是经济项目，也是交朋友的好机会。我们必须通过这个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让他们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喜欢中国。
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朋友和伙伴。还有多边主义这张牌得打好，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平台是我们发声的重要渠道，我们必须积极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和事务，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和作用，不能让美国一家独大，垄断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俄罗斯当年就是太被动，国际空间越缩越小，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把自己的地盘撑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得更稳，走得更远。我们必须加强与各国的合作和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最近媒体中间有个词儿，现在炒得非常火，叫工业4.0。那么这是个德国人创造的新概念，也就是德国人要发动第4次工业革命了。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主要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呢是这个18世纪末期英国人发明的他们主要是以蒸汽机为代表所开创了一个工业革命时代，主要是机械化。19世纪中后期呢，德国人和美国人赶上来了。那么第二个时代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电气化。第3次呢是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今天，也就是全世界进入了这个自动化和信息化这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来看前3次革命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那么第4次究竟是要干啥呢？按照德国人的说法是，第4次工业革命的重点是要全面的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为什么德国人首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现在德国制造业面临的这种压力特别大。这个美国人呢，现在是从 IT 和这个信息行业占据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制高点通过大数据特别是 IT 技术这种渗透，开始向工业制造业进行像德国的这些优势领域进行进攻。那么比如说我们看现在很多美国的一些企业，像谷歌谷歌现在在搞无人驾驶汽车它现在还在搞机器人如果我们看特斯拉是按照 IT 行业或者叫互联网的思路在打造汽车，它完全绕过了传统底特律的那个汽车时代的所有的思路，它是个颠覆性的革命性的一种新的理想所以德国人就在想如果美国的这些大的 IT 行业、这些信息行业这种公司，如果携他们这种信息化和大数据的优势加入这个制造业的竞争，那么德国最终有可能就会沦落成美国这些工业体系的一种附属的工厂。这个是德国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制造业从中低端在不断蚕食德国制造业的优势。所以现在德国制造业面临这个问题或者它的困境是前有美国高端制造业特别是信息和大数据这个行业的这个围堵，背后又有中国制造业这种在中低端的这种追杀。所以它现在必须得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就是搞工业革命4.0，这样才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刚才说了第1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第2次是电气化，第3次是自动化和信息化，第4次最主要的特点是智能化，也就是以智能化驱动来使整个工业社会发生巨大的转型。那么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我把这个工业革命4.0分成4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叫什么呢？叫智能生产。我一开始呢是在这个大学毕业90年代初在一家无缝钢管制造厂去做助理工程师。当时这个厂刚刚引进了一套美国全自动的生产流水线，我的工作是负责调试、安装、调试。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这条生产线它从检测装置所有检测装置里面都有内嵌有这个计算机这个叫内嵌式系统、单片机等等。然后所有这些生产过程中采集的数据会传到一个主机房，主机房里面有一个工业这个控制机，控制整个流水线。工人的主要工作其实并不是站在第一线生产线旁边待着，主要是在机房里面按电钮。一旦你按电钮，你会看到被烧得红彤彤的这个无缝钢管被一节一节的自动扎制，整个过程非常的现代化，很有气派，很酷。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工业场景是典型的工业3.0的状态，也就是完全的自动化加部分的信息化。什么叫部分的信息化呢？就是我们这个进口的车间，
所有的机械设备、流水线彼此之间是互相联网的，就是每一台设备之间是可以相互通讯、数据交换。但是我们这个车间和其他全厂的其他的车间、其他的所有机器设备是没有互相交流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全厂生产车间这么多生产车间跟总厂它这个所谓管理系统叫经营管理系统，那个信息系统是不连通的所以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况就是如果这个车间每天生产的这个进度报表，我们都是用纸填到表上，然后骑着自行车跑到厂办交给厂办，厂办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就输入他们的计算机，都是人工操作。那么厂办的系统他们负责干嘛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生产管理物流管理、仓储管理包括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ERP、CRM 这套系统。所以当时我们来看90年代初，中国整个这是个大型工业企业，还处在一种信息孤岛的状态。每一台设备、每台生产线和整个总厂之间的信息系统相互之间是隔离的，这叫信息孤岛。当然了，我刚才所说是20年前的情况，20年后呢，我相信现在中国大型企业基本上都实现了联网，生产线和这个厂里的这种总的管理系统应该是接上了。但是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现在还不好说。这个所谓工业4.0这个智能化生产的第一步，就是要完成所有生产线上的所有的设备之间的彼此通讯，也就是要把物理系统完全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听到了物联网的概念。什么叫物联网？每个车床、每个零部件、每个控制器、每个检测器，全部的这套系统要相互之间能够交流。这首先就提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了：一个工厂成千上万台机器，型号都不一样，他们用什么语言交流啊？对吧？如果你在一个国家范畴来看，那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一个国家几百个产业，每个产业都有非常不同的装备，非常不同的生产线，彼此这些设备之间怎么进行交流？说什么语言？这是第一个大问题这就是所谓通信协议的问题。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们能不能用互联网？物联网能不能用互联网这种通信协议比如说 TCP/IP 能不能行？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但是它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互联网的这种通信协议，也就是我们发数据包，我给你推送一个数据包，你收到告诉我，然后我再给你发第二个，你要没收到呢，我再给你发一次。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不是实时通讯的状态是一个异步通讯状态。但是我在工业，特别是这个高精尖的工业方面，高速运转的工业体系方面，用这套东西就不合适了。比如说我的高速的飞行器，我的高速的火车，我的高速公路上汽车，10毫秒或者几十毫秒这个等待时间，也许可以运动很长一段距离。高精度的这个精加工的这个车床，一点点延迟时间都不能有所以你 TCP/IP 互联网现在这套协议要直接搬到工业的物联网上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世界的这种工业的数据如果形成大规模的交换，信息安全怎么办？特别是这种数据储存、交换过程中都有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在物联网这个行业中，必须要实现世界统一的通讯协议。这就是现在美国和德国争的最厉害，就在这儿。如果谁能把握这个协议的标准制定权，谁就在工业4.0时代获得了先机。现在两家正在打，中国现在也开始制定这个工业2025年计划，其实都在抢一个标准制定权。当然了，我们现在说，所有的生产设备、一切的机器之间可以相互说话了，它们之间也可以跟工厂的管理系统说话了。这个叫不叫智能化生产呢？这还不叫智能化生产。智能化生产中间最根本性的，或者叫最有颠覆性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生产原材料和零部件
要获得发言权，要参与对话，而且在对话过程中，他要起到领导说话的分量。这个东西怎么来理解？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德国的一个工业4.0的概念性的工厂里面，它是一个比如说生产肥皂液的这样的一个工厂，怎么来进行批量生产或者小批量生产或者个性化生产？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生产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上面会有3个容器，这个容器分别放着红、黄、蓝3种颜色的肥皂液，然后有控制器，一些软管伸到这个生产线上。这个时候生产线上跑过来是一些塑料的空瓶，当这个空瓶跑到这个最后这个软管底下的时候，这个空瓶上有一个重要的装置，或者叫一个储存信息的芯片，这个叫射频技术的芯片 RFID。这个芯片上储存着什么信息呢？就是我是谁定制的，我的客户我叫什么，对吧？我现在需要粉红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然后我的地址，我需要我的标签上打什么名称。好，假如我们设想一下，这是宏观粉丝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肥皂液，粉红色的肥皂液，上面标签上要打着宏观粉丝专用。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呢？在这个塑料瓶走到这个软管之下的时候，它会把这些信息通过无线方式发送给这个控制器。控制器看，你要粉红颜色，那么它就能够精确算出来中间多少是红，多少是黄，多少是蓝，3种颜色根据这个控制器发下来的指令进行精确的控制，最后这个瓶子就变成红色的肥皂液了。然后标签怎么打？这个标签打宏观粉丝专用。好，这也是芯片告诉机器的，机器打出这个标签贴上，瓶盖用什么颜色都是定制的。最后呢，出厂的时候进入物流，进入仓库，往哪儿运呢？芯片又告诉物流系统，我现在请把我发送到，比如说北京某条街道某个住所。好，这是一个什么过程？这好比是宏观的粉丝亲自站在生产线上，指挥生产线为他定制一件商品。我们来注意，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从前我们是设定好工业生产参数之后，大量的批量生产也就是这个生产流程决定客户需求。而现在智能制造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就是让客户让消费者的需求反过来决定生产流程。也就是1万件这种塑料瓶里面的肥皂液生产，每1万件中间的每一件都可以是个性化的，而你完全不用改生产线，完全不用做任何参数的调整。这在现代传统工业的流水线里面是不可能想象，也不可能实现。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客户的信息直接植入了生产原材料和零部件。这是一个颠覆性的革命，这是工业革命4.0或者叫智能化生产第一个境界中间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当然，有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很智能化了呢？这个境界还比较 low 这就是我们要涉及到第2个境界。第2个境界就是智能制造业的服务化。我们一般人想到制造业就想制造业无非是制造产品呗，制造产品跟服务业这是完全不同的2个领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我现在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的这种新型的制造业或者是智能化制造业正在朝服务业方面转化。你比如说吧，通用电气是一家生产飞机发动机的这么一家工厂这样一家企业。那么实际上它的飞机发动机中间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安装上了传感器。那么这种传感器在飞机发动机运作的过程之中，不断的把飞行状态的数据传到这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云平台。而通用在全世界各地设有很多数据中心，专门接收航空公司买的这种飞机在飞行状态下的所有的运动参数。它根据大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某一家航空公司，你们的某一架飞机上的发动机现在需要维护和检修了，你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检修了，或者它可能会出问题，这叫预防性维护。那么用这样的理念，其实通用不仅是在卖飞机发动机，它卖的是一个飞机发动机维护的一个大数据的服务。这个市场有多大？他们创造了上百亿美元的市场。所以我们看到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意识，或者这样的一个制造业转型，它实际上是变成了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服务业。这就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
这个话题了。我们都说飞机失联，飞机能失联吗？不可能。飞机发动机上的每一个传感器的信号都会实时的传到通用的大数据中心。如果我们追踪去分析大数据中心，我们可以知道天上所有的飞机的它的位置，还有包括它所有运行的实时数据，这些都是被累积、被存储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真要去找失联的飞机，那应该去查查这个数据平台啊，那个里头应该包含着真正有效的信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种服务叫什么呢？叫产品的销售之后的这种服务。还有一种服务叫生产性本身的服务。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刚才我讲到了，通过完成智能化的生产，这样第一步这个过程实现了革命之后，这个企业会转型转型成一个智能性的工厂。它的工厂之内所有的东西这个设备、控制元器件、检测元器件，包括所有生产线，全部都实现了数据联通，都可以互相对话。这就导致了这个工厂可以非常准确的实时知道，我在下午1点30，或者在半夜2点40，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全厂的机械全厂的这种生产设备，我的负载率是多少？我是不是还有30%的剩余处在闲置状态？比如说这种生产力的剩余，能不能被利用起来？这个第二境界重点解决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个概念叫云计算，云计算就是计算机集群把自己的运算能力进行这个销售。而我称智能化的第二个阶段叫什么呢？第二种境界叫云生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机床厂，这个机床厂有500台高精度的这种数控机床，但它不是随时都满负荷状态。现在这个工厂一旦完成智能化改造之后，所有的机床之间可以相互连接，那么总厂是准确的知道每一天在什么时刻有多少台机器是被闲置。比如说半夜3点钟，整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负载是很低的，这个时候这家工厂其实是可以出卖，向整个社会出售它的生产加工能力的。怎么来做呢？当然了，除了物联网联通之后，这家工厂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服务的互联网。你要对外界提供你这种服务。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这家机床厂在沈阳，那么广州的某个客户急需加工一批，比如说1000个零件，对吧？他自己手上又没有这种高精度的车床，他也投不起这个钱，建工厂来不及，怎么办？他一发现这个原来沈阳的某家机床厂能够提供这种加工服务，那行，我就在服务互联网上下订单，我告诉他我这批有多少个零件，它的规格、尺寸，包括型号，还有精度，这些信息通过服务互联网直接会被写入这家机床厂的每个零部件的这个信息芯片。当这些零部件在穿过流水线的过程之中，到了车床的时候，它会直接跟车床交流，请把我按照什么型号、什么精度来进行加工。当车床完成这个加工之后，这个零件会自动告诉物流单位，请把我发送到广州某个人某个地址上。这个时候第3天、第4天，广州的这个客户他就收到货了，精密加工的这个零件已经寄回来了。注意啊，这就给很多比如说有创业理想的年轻人，但是他没有大规模投资工业基础建设的这种资金呢，不可能拥有啊，他又需要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怎么办？这样的一个思路实际上是会给一些有创意的公司、商业创意和技术创新型这种公司提供一个非常廉价的、非常直接的切入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工业革命的这个4.0的第二个境界，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就一句话：推翻所有工厂它的围墙，把每个工业设备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商，然后让这些设备提供了服务成云生产的这种状态，向社会提供这种服务可以按小时收费，就像自来水和电力一样。这种过程可以说是工业4.0中间最具有颠覆性的一种革命理念。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整个社会会发生深刻的转型
是在英格兰银行里面，虽然这是银行，但是银行也得有守门的。这些武器就是历史上他们用来保护金库的这种武器。可以看到有原始的这种手枪啊，这个包括后来的进化成了步枪。英国的货币叫英镑啊，那么英镑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英镑的原始意思是指了1磅的纯银。那么1磅相当于240个便士，啊，就是1比240。到了17纪年之后呢，英国的黄金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开始调整货币制度，从银本位改变成了金本位，金本位变成一个合法货币，这大概是从1816年前后通过了立法。那么这种立法改变之后啊，我们会发现英镑的这个纸币和它背后的黄金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比价关系。哎，这个就是后来英镑，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黄金的一种收据。你可以随时用1英镑到英格兰银行这里来兑换黄金实物。这个金砖它的重量是400盎司，400盎司大概相当于13公斤，99.79%的纯度。如果我们用手进去拖一下的话，大家看这个大金砖，用一只手拖还是非常费劲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试一下。那么像这样的金砖啊，在英格兰银行就在这个地下的地库里，大概有4万块。当然不完全是英格兰银行自己的啊，包括各国中央银行，还有一些客户托管在这里的这个金条，都在这个银行的地库里面。所以可以说这个银行底下是藏满了宝贝啊。那么这还不是最高境界啊，再往上就是第3个境界。啊，第3个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智能化的跨界。啊，说到这个跨界啊，比如说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未来的汽车啊，汽车的身上的每个零部件吧，也都有传感器，而且也都有跟所有其他车辆、周围其他车辆进行数据交换的这种能力。我们设想一下未来的公路，在未来的公路上，每一台汽车都会不断的向周围的车发送自己的运行的状态。哎，你的汽车会突然得到一个信号，告诉你前面第2辆车它现在正在准备踩刹车，另外一个车在踩油门，另外一个车在拐弯，另外一个车在换道。你的汽车会把周围所有的这种汽车的发出来这个信息做一个集成，它会比人要更加精确整个路况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哎，所以你的汽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灵敏，也非常的聪明啊。那么它会实时调整自己在整个这个车道上的位置啊，比如说换不换道，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这样就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所以我在想，谷歌他们搞的无人驾驶汽车，最后要实现的境界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所有的汽车之间是可以相互通讯的，而且每辆汽车可以接受全程的所有车辆的这个通讯的实时记录。这样的话，这个车本身就能自动判断，从 A 点到 B 点走哪条路线是最不拥堵的，时间最快，最省油。哎，到那个时代，我相信啊，有人驾驶的汽车那将是非法呀，人是不允许碰汽车的。重要通知：由于本节目动画师生孩子去了，所以动画环节取消。别停，让我来。自从上次打车遇到一个不停跟我谈理想、谈人生的话痨司机以后，老王我就特别期待无人驾驶汽车的问世。其实1920年代，工程人员就已经开始研制无人驾驶技术。到现在为止，谷歌、特斯拉、沃尔沃这些厂商都推出了自己的无人驾驶车辆。所以说，话痨出租车司机是人类向上的阶梯呀。而无人驾驶的原理主要是通过给汽车安上眼睛、耳朵和大脑来实现。安装在车辆前头的摄像头、车四周的超声波雷达是汽车的眼睛和耳朵，主要负责识别道路上的实时路况以及周围的车辆行驶情况。旁边是个新手啊，赶紧躲开！前面是个女司机，哎，赶紧拉开距离，小心急刹！而大脑就是 GPS 卫星导航和车辆控制系统，
会根据眼睛、耳朵收集到的信息，自动规划合适的路线，再加上实时路况导航，能绕开拥堵路段，实现高效的无人自动驾驶。可无人驾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以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为例，到现在为止，已经在道路上测试了4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2圈的距离，却还是没能正式使用，只领到了一张红色测试车牌。想想也是，毕竟路上情况太复杂，违章司机、行人、自行车、电动车就不用说了，还有像遇到碰瓷的怎么办这样的世纪难题亟待解决。也许未来的汽车啊，就是没有方向盘，也没有油门，也没有刹车，完全由计算机来完全自我导航、自我来运行啊。当然了，这可能是比较遥远之后的事情了。但是，即便是在有人驾驶的这个时代，这些汽车生产企业的这些数据啊，就是这个驾驶人员的这个实时数据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由于它可以实时追踪所有的汽车运行状态，所以它可以知道每个驾驶员的他的一种特点。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经常踩刹车，或者猛踩油门，或者左转不打转弯灯，右转不打这个转弯灯等等。这些数据长年累月的这种积累是非常有价值的。汽车公司会有很多人需求这种数据，比如说有一个智能型的数据分析公司，他要买汽车公司这个数据，你把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交通信息数据或者叫汽车运行状态数据全部卖给我吧。好，这家所谓智能信息分析公司，他要这些数据干嘛呢？他是重点分析每个驾驶人员的这个操作习惯，从这些操作习惯中，他可以分析出来，平均值是多少，而这个人踩刹车、踩油门这个频率远远超过平均值，或者转弯老不打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驾驶人员他的这个开车习惯很不好，这种人容易出车祸。好，这种数据谁感兴趣？当然是保险公司感兴趣。保险公司就会出高价钱把这些数据买过去，从而给每个人制定不同的保险费率。好，再往后，银行啊、信用卡公司也对这个数据感兴趣。为什么？因为你常年分析每个人的交通运行数据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性格是不是稳定。如果这个某个人他经常是踩油门、踩刹车，说明这个人性格不稳定，或者说他的时间、工作安排、生活安排非常混乱，这种人就不靠谱。但是有些人呢，就开车这个运行了这个数据非常良好，那么这种人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我当然就可以给他信用卡，或者说他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一个汇率这个所谓的利息的优惠，都可以。所以我们看到啊，在 4.0 这个时代啊，汽车工业是可以跨界的，它超越了这个制造业这个局限，变得跟比如说数据分析啊、跟金融、保险这些行业都相关，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链。说到汽车业啊，我想起了这个沃尔沃。这次我们在英国的时候啊，其实就乘坐的是一个沃尔沃最新的一个款啊，它是 V60 Cross Country 啊，是一个跨界车，既可以当旅行车用，也可以当越野车用。以前我们家庭中啊，大家要出去玩都得有越野车，或者在城里上班呢，都需要开这个旅行车。现在不用了，这款车把两个特性全部综合在一起了啊，越野性，同时又有轿车的舒适性和高操作性，还有很好的通过性，所以它是4轮驱动。同时呢，它的动感设计很强啊，可以说是既有硬汉的这个内核，同时又有暖男的外形，这是个完美的结合。如果你既有郊外越野探险这种需求，同时又有城市中驾驶所追求的那种好的操作性和舒适性，包括优雅外观，那么这款车肯定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在美国呀，我们很早就听说一句话，这个沃尔沃汽车叫公路坦克，具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安全性啊。其实它这种安全性的取得就是大数据分析来的。你比如说，从1970年以来吧，沃尔沃公司啊专门成立一个汽车事故小组，不管哪儿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涉及到沃尔沃车型，他们马上要跑到这个现场去，第一手的资料一定要获得，要跟警察谈啊，要跟这个当时的出车祸的这个肇事司机谈，对吧？然后还要跟很多医务人员谈，比如说如果发生受伤，他们还要跟这些人谈。最后呢，仔细检查这个车这个碰撞之后所发生的这些细节，采集数据比较具有典型性的话，这个车还会被拖回去，
在实验室状态下进行重新试验，模拟当时碰撞的这个状态。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就是对车祸发生之前的那一瞬间的这种信息非常感兴趣。这30多年以来，沃尔沃积累了4万个案例，也就是4万个数据库啊。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放了这么多第一手的信息。由于采集了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在设计新车的时候啊，就要考虑到以前出车祸这个原因何在啊？它是左撞还是右撞、侧撞，是追尾还是被追尾等等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到。所以每个新车型定型之前，首先要进行100到120次的实车碰撞试验。通过大量的这种实验结果，包括以前的这种大量的这个大数据分析，最后才能把一个车型给制定下来。所以它所设计的车型，它为什么安全性要这个好于很多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背后有大数据支撑。沃尔沃汽车它其实它这个最有核心竞争力的是它的可扩产的汽车平台同时还有这个发动机集群，这是它真正核心这个竞争力，也就是所有的生产是模块化在生产，这一点是具有典型的工业革命4.0的这种特征的。那么我们刚才讲了3点3个境界，最后一个境界是什么呢？我称之为是智能化的一种生态一说到生态呢，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一定是一群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社区，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业态吧。那么涉及到这个概念，我们就必须要回顾一下工业革命了那么其实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不仅仅是提高了生产率，它最重要的是改变了生产关系，使社会创造出了一个新的阶层来。你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出了工厂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模式，以前是没有工厂的，有了工厂之后就会有工人，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工人这个阶层。第二次工业革命呢，由于批量化生产、规模生产、电气化，导致了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这就对工厂的专业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管理水平必须要跟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管理阶层，这种阶层的出现其实就是第2次工业革命的结果。第3次工业革命信息化当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越来越庞大的 IT 大军这就是第3次工业革命自动化和信息化的产物。第4次呢，智能化将会创造一个什么新行业呢？什么是未来的金领行业呢？我认为是围绕智能来工作的一群人。这个大家一说智能就觉得很抽象，什么叫智能啊？这让我想起美国这个给小孩子测智商，他是怎么考智商的？他是给小孩很多各种各样的图形，让小孩在各种很乱的图形里面找到相似的2个图形，不完全一样，相似。这是什么概念？智能的本质是模式识别。我给你一堆貌似很复杂的东西，看你能不能从中间找到相似点。如果你这个能力越强，说明你智商越高。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所说的智商高，不是说我这人记忆力特别好，我能够把好多东西给记住，不是那么回事儿。智商高是指的在一非常复杂的这个状态之下，非常复杂的这个信息之中，你能够找到共同的规律这种发现和探索的能力，这叫智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咱们比如说这个现在 IT 行业的，比如说搜索引擎吧，大家都用，不管是谷歌还是这个百度还是搜狗，这些搜索引擎都是查关键字你打一个什么名字，然后一查，它根据这个名字被搜索的频率告诉你这个结果。这是典型的工业3.0的水平，这已经完全落伍了。未来4.0要求什么样的搜索引擎？要求的是模式查询的引擎我这边输问题，你那边告诉我答案，你在海量信息中给我去找类似的模式，最后告诉我这个事儿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我给你关键字，你给我一堆信息，我还得自己处理，这不行。所以未来智能化的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说是把海量的信息进行加工，找共同性、找规律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初始状态的这种状态信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数据有系统的数据可以被称之为是信息，有规律的信息就是知识。所以在第4个阶段中，最主要的工作将是
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知识的过程。所以这种工人或者这种职业可以叫做知识自动化从业人员。这个将是未来的金领行业。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中国有很多 IT 英雄，3.0这个时代，他们这帮人成了 IT 英雄，组成了一个业态生态。那么未来我可以告诉你，在智能化时代将会崛起一批智能英雄，要比上一代英雄要牛得多。这就是我们在理解工业革命4.0中最需要下功夫理解，就是这个所谓知识的自动化生产。所以我们来看，在整个工业4.0过程中最后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互联网跟消费领域已经完全融合了，同时呢，物联网和生产领域也完全打通了。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互联网加物联网一个全网的一个总的融合，同时是消费、生产和娱乐一个全局的覆盖。在那个阶段或者到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还包括未来的经济发展、商业机会，可以说是无穷无尽就是我觉得俄罗斯这个现在经济的痛点有2个，一个是短期的，就是它的财政现在有大麻烦，主要是油价太低。那么俄罗斯财政一半要靠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这个东西恐怕难以为继。还有一个是中长期的痛点，就是它的在受到经济制裁之后，俄罗斯经济必须要转型它必须要重新发展制造业再工业化但是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在被欧美制裁的情况之下，全国资金短缺，你要进行再工业化，一定要涉及大量投资，钱怎么办？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话，它一定要解决这个中短期的问题，就一定要实现这2大战略目标。如果都实现，那当然最好；如果实现一个也还可以，如果一个都没实现的话，我就觉得从我这个角度来看，这仗就白打了。我还谈到了这个，现在是3家对号就是俄罗斯的财政在大出血，因为油价打得太低嘛。那么其实沙特也在财政大出血因为沙特现在它这个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比俄罗斯要高5倍同时呢，美国的原油行业也在全行业大出血他们之所以现在还赚得动，主要是不是因为它能赚钱它是现金流是负的，它必须要通过发债在美国金融市场上进行大规模融资，实际上是用资本市场的钱才烧得动这个页岩油行业。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美国即将加息这一旦加息发出来这个垃圾债恐怕就会出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什么呢？就是这场战争背后的金钱，它这种谁能更有持久力特别是我谈到的垃圾债还可能会引发金融系统的其他的连锁的反应这个东西呢可能让科科森听起来他以前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所以我们谈的比较投机了。按照计划，这个科科森呢他主要跟我是一个客气性的聊天，然后他还有其他安排。这个活动本身呢是由俄罗斯大学另外一个人主持，但是这个可能老爷子谈的比较高兴，说这样吧，我来给你主持，今天下午不用其他人了。所以这个整个演讲持续了2个多小时，然后再加上这个演讲完了提问，让我非常吃惊的就是这个学生提问了。因为我发现莫斯科大学这些本科生思路非常的广泛，知识面也很宽，他问的问题都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很多人想象的这种，就是从局部看问题，问的都很全面。你会发现这个他们的这个视野非常广，而且知识面很宽。要不是我们最近做了很多一系列的在中东地区大量走访，做了很多知识积累的话，你还真不一定能对付得了这些问题。还有一点让我这个特别吃惊的是，他们能够直接用中文发问。所以我们要看到俄罗斯人的他这个教育的这个素质，这些学生的素质和教育体系的这个基础还是相当的坚实的。当然这次除了在这个学校参加各种活动之外呢，我最主要关心的还是莫斯科人包括俄罗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在经济制裁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记得我上一次去这个俄罗斯是2013年年底那次去呢，我这个有一些最深的印象一个是什么呢？这个莫斯科的物价很贵贵到什么程度？不亚于北京和上海，什么都贵。第二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莫斯科很堵，莫斯科堵车的情况不亚于北京所以我这次去之前，我大概脑子里面一想，这个俄罗斯在遭受经济制裁，对吧？那么经济活动一定会降温，也就是经济活动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之下，莫斯科的交通肯定这回会大幅好转，这是我的一个猜测。结果我们这回一到莫斯科，好家伙，一下发现比上回还堵，堵得要厉害得多。怎么回事啊？这违反经济常识啊！跟当地司机一聊才发现这都是卢布贬值惹的祸呀。这话怎么理解呢？2013年年底我们去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的全程它的汽车保有量是800万辆，现在呢2年之后猛增到1000多万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卢布大幅贬值过半，暴跌过半，导致俄罗斯人急了，他这个货币眼看不值钱怎么办？那就能买什么实物我就买什么实物。现在把汽车居然做成投资理财的产品，大量的去抢购汽车，所以汽车销售量猛增，导致交通堵塞严重。在交通堵塞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在莫斯科它是分车号的，不同的车号有不同的优先等级。低车号的优先等级是让高车号的，当然最高等级的就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他们的车队，那是等级最高的。所以他们的车队一出来全程的交通都会瘫痪，因为他们要封路或者有些车道要封住这样的话就给本来就很严重的交通堵塞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普京他们的车队一走，所有司机就狂按喇叭就抗议说你们这个明显是扰民嘛，侵占我们的车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一想怎么办呢？好，以后上班咱们别坐汽车了，咱们坐直升飞机吧。所以我们在想，坐直升飞机是很高大上的这个事儿。其实就整个俄罗斯而言坐直升飞机上班会省下更多的汽油，因为这个交通没有这么堵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当然，在卢布超级贬值这个过程之中除了买车保值还有什么呢？抢房所以莫斯科的房价在卢布贬值的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轮暴涨。就是大家都抢房子，知道手上这钱不值钱了，所以你现在在莫斯科一看，很多这个地段的房子，什么5000、6000美元1平米，都是这个价位甚至还要更高一些。但是呢，现在卢布稳定之后这个恐慌消除了，现在房价有所回落。除了买房买车，还买什么呢？大家还买紫金你会看到俄罗斯人。有些人脖子上挂着很粗的，看着像铜链子，其实不是铜，那是紫金，就是玫瑰金。因为货币贬值50%，所有实物资产只要你贬值不超过50%，都是我抢购的对象，那是属于价值购买力的套现。所以这个呢，给我们这个经济学的常识提供了一场生动的这样的一个教案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就说明，一个国家的货币纸币在大幅贬值情况之下，老百姓会自动的扑向实物资产。只要这个实物资产相对于货币贬值没有这么厉害，或者在升值，它就会成为被抢购的对象。这个是当代经济史中比较少见的案例。因为以前我们有很多德国超级通胀，蒋介石超级通胀，这我们都经历过，但是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上，这回是亲眼所见，所以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么除此之外，这种俄罗斯卢布的贬值对外国的这些游人像我们这些旅游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2013年我们到莫斯科的时候，我记得人民币和卢布是1比5，1块人民币换5个卢布，所以觉得俄罗斯的物价还比较贵。但是这次呢，卢布贬值了，现在我们用人民币换卢布是1比10，好家伙，你立刻就觉得俄罗斯的物价变得很便宜这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2013年2年前我们在莫斯科，我记得看过一场芭蕾舞，就是4大经典之一胡桃夹子我们买那个票是1等座那个票价很贵接近1000人民币。这回呢，我们去圣彼得堡看了这个4大经典之一《堂吉诃德》这个我们7个人去看，一共花了多少钱？1750人民币折下来一个人才250。好家伙，这跟2年前的票价比起来便宜太多了。所以外国游人包括外国投资者现在在俄罗斯花钱，那是感觉是非常爽的。但是除此之外了俄罗斯的这个大街小巷从表面上看起来照样的繁华，就是所谓舞照跳，马照跑各大剧场场场爆满。我们去看了芭蕾舞剧，这个俄罗斯看了一场，这个圣彼得堡看了一场，座无虚席然后这个路上的这个行人熙熙攘攘，餐厅里面也是爆满，也需要预定。然后它的这个酒吧，还有这个商店里面的这个超市中间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所以我们的感觉是俄罗斯的好像经济情况没有这么糟，特别是我们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然后回来，都是坐的凌晨的火车，早上4点
好，你3点多起床，然后一看大马路上人很多呀，到处走来走去的。然后这个坐莫斯科的高铁到这圣彼得堡高铁也很有意思，我发现他们的高铁啊时速大概是200公里。然后这个我在莫斯科大学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这个中国的高铁啊时速是300公里，所有大学生都惊了啊，300公里，中国能够搞出300公里的高铁，哎，所以说我们每次提到高铁的时候还是很提气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可以说是杀手锏啊。我说这还不算啥，中国国内已经这个高铁的线路已经到处都有了，特别是以后整个横跨欧亚大陆这条高铁线如果打穿的话，那么从中国的上海一直开到欧洲的大西洋的这个边缘，那个时间才48个小时。哎，这个时候就引发了俄罗斯这些学生们的惊呼啊，因为大家都没想到中国的高铁已经进展到这种速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个国家啊，他们其实中间的很多观念，还有很多这个日常的这个了解，这个沟通还不够啊。其实中国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超越了俄罗斯，走到他们前头了。但俄罗斯人现在还是一种大国心态，还没有彻底放下来。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啊，我们看不出俄罗斯正在遭受经济制裁啊，至少我们看到了表面的现象是这样。但是我一贯认为啊，真相不能靠眼睛去发现啊，所谓眼见未必就是真实的情况。怎么还原真相？还原真相必须要靠逻辑和数据。那么如果我们从逻辑和数据来分析呢，其实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情况非常的不妙啊。你比如说2014年吧，它的经济整个成长才0.6%，今年呢那情况更糟了，可能整个经济要萎缩3.8%啊，明年最好的情况之下才能恢复到0增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说我们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我在以前节目说，这个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短期之内是这样，但是中长期看还有潜在的问题。我们看我们身后这个有一片崛起的高楼啊，那个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建筑群，是莫斯科的 CBD。说到这个 CBD 啊，还有一段故事。这个 CBD 呢是10几年前开始兴建，到现在呢还没有彻底完工，啊，已经投进去了300多亿美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工呢？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当年啊，这个修的过程之中出现了不少烂尾楼。后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把这片楼给买下来之后，开始重新兴建。去年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美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所以这个楼呢虽然已经有很多完工了，但是没有租户来住啊，所以它现在呢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空置的状态。这就表明了欧美这个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的经济还是有相当大的杀伤力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国际上啊，对俄罗斯的经济啊形成了2大派。一派呢就是崩溃论，认为俄罗斯经济即将崩溃；还有一派呢，我称之为是浴火重生论，就是未来俄罗斯将会重新崛起，特别是制造业。我们先来看看崩溃论吧。按照这派人的观点啊，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整个经济基础就是建立在石油和天然气基础之上的啊，也占了国家财政的这个半壁江山呐。那么如果现在油价在40美元左右，甚至会被打到30多美元，这个情况，但是长期过苦日子，大家受不了了，就会起来这个支持反对派。最后在2018年，俄罗斯要举行新的大选，很有可能就把普京给赶下台了啊。所以说等着瞧吧，这个普京的好日子没有多少了。哎，他们这一派的理论逻辑啊，他们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的财政现在50%要源于石油和天然气，而现在呢，油价跌到这个程度，已经使俄罗斯的财政就是入不敷出了。这个入不敷出的程度，就是财政赤字的程度是多少？是 GDP 的4.4%。这个情况呢，其实在发达国家里面不算啥，但是考虑到俄罗斯不能到海外去融资，这个问题就变得严峻了。其实我以前说过，沙特问题比较严重，因为沙特是20%以上，所以沙特它现在财政的压力比莫斯科还要大。那么现在财政亏空怎么办？入不敷出怎么办？其实俄罗斯有一个储备基金这个基金叫石油储备基金，主要是在以前高油价的时代，存了一些钱，预防在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动用这笔钱。这个储备基金呢，它必须要在油价70美元以上，
然后这个钱才会流入储备基金，它才会有钱不断的积累起来。而现在呢，远远低于趋势美元，所以这个储备基金的钱倒贴财政啊，那么处在坐吃山空的状态。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呢？2016年年底，就是明年年底，石油储备基金的所有的钱就全部贴光了，这个储备基金就干涸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政府还可以动用什么呢？除了财政储备基金，还有就是外汇储备。但是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啊，其实非常的不足。它在高点时候达到过5200亿，但现在这个已经下降了3700多亿。这个3700多亿啊，还不是都能动，因为3700亿中间40%已经被锁定到其他的事情上，比如说要还债等等，这钱是动不了的。剩下这部分钱呢，只能用于每个月、每个季度偿还外债，连本带息的还外债，每个季度都有150亿到200亿美元需要偿还啊。所以外汇储备这个钱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用于满足还债，而不能够帮助财政。那么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按照崩溃论的逻辑来推演，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俄罗斯的财政的钱从哪儿来呢？对吧？你把两个基金啊，一个是储备基金，一个外汇储备，它钱都贴不过来了，那怎么办？2016年年底怎么办？那就只有到海外去融资。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欧美已经把西方金融市场给封闭起来了，那俄罗斯在海外举债是不现实的。那剩下一条路什么？那就在国内举债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俄罗斯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高度脆弱，老百姓、企业、国家现在都缺钱，这个国内的资金池子不够大，如果你透支过度，发了很多国债的话，就会引发整个市场对卢布更进一步的这种看衰的心理，有可能会加速资本外流，导致卢布价值的进一步崩溃，那就会产生新一轮的卢布暴跌了，这个情况就更麻烦了。好，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俄罗斯财政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是崩溃论一个重要的观点。再加上你现在已经快揭不开锅了，你现在还敢发动叙利亚战争，那是烧钱的活儿，所以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军费啊，今年大幅成长，今年军费涨了15%，而且军费中间60%是用于采购最先进的武器，作战用的，消耗非常快，消耗量也非常大。现在你会发现啊，俄罗斯现在一边是叙利亚，一边是乌克兰，两条战线一起在烧钱。所以崩溃论者他们就说，不要看现在普京闹得欢，你看看他的财政，你看看这个烧钱的速度，他能坚持多久？就是2016年年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美国在这场叙利亚战争之中，虽然他很丢面子，但他不着急。他为什么不着急？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算出来了，普京蹦跶不了太久了。2016年年底财政全面崩溃，那这个国家经济还怎么弄？这个是他们认为，只要叙利亚战争你不把油价打上去，由你普京折腾，你爱怎么蹦跶就怎么蹦跶。所以你如果从俄罗斯的财政，从它的这个现金流这个角度来考虑，你会发现石油价格是整个美国和俄罗斯这场经济大决战的主战场。关键问题就是油价动不动，如果油价死死被美国压住，而俄罗斯推不上来，那么真的普京未来的会很麻烦。这就是我长期以来的观点。石油是什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商品，每个国家都需要。这么重要的商品是绝对不会允许由市场来自由定价的，一定是大国要操纵和控制这个价格。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跟很多这个所谓的纯市场经济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个石油已经到了决定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程度，它能够让市场自由定价吗？不可能。关于普京现在搞的就是所谓进口替代这个做法崩溃论者也是不屑一顾觉得这个战略必然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远水不解近渴呀这个再工业化这个过程，重新强化制造业，首先缺钱呐。现在俄罗斯哪有钱？政府已经马上财政要破产了。企业呢，你要看看今年的这个报表，你就知道俄罗斯这个全国的企业利润下降40%，大型工业的这个投资下降6.7%，哪有钱？企业投资都没钱了，怎么可能再去拿一笔钱搞制造业改造呢？企业没钱，国家也没钱，这个事儿搞不起来。要搞起来也是 N 多年之后的事了，那时候普京早就垮台了。这个是整个崩溃论者的一个基本观点。
那么我们现在再说说第二种观点啊，就是俄罗斯的浴火重生论。难道俄罗斯就真的完了吗？经济就要崩溃吗？当然，大多数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包括少数美国的智库，是不认同这个观点的，觉得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化了。比如说布鲁金斯学会，他们就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的出发点基于什么呢？基于就是俄罗斯天然的优越的自然禀赋啊。俄罗斯是个什么国家？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它是个能源的富藏国，石油、天然气，特别是天然气，全球储量第一啊。好家伙，整个国家的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全部自给自足，不管你是要铁矿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稀有金属矿，它都有，能源都有，所以它占据了整个工业经济制造业的上游，它不需要去求人，这些东西它都有，所以在这个领域中，它获得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优势，它不会求别人，只有别人来求它，这是它制造业这个天然的巨大的优势。第二个优势，如果看看俄罗斯的地图，你会发现这个土地太广博了，所以它如果发展农业，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粮食自给自足，甚至向国际上出口也没有问题。一个国家如果在工业上能够完全自给，特别是原材料和能源，再在农业上可以完全自己，它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没有人能够把它颠覆啊。第三，俄罗斯还有非常优秀的第一流的这种劳动力素质啊。我们在这个俄罗斯最大体会就是俄罗斯人的素质非常高。好家伙，莫斯科800多家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啊，那是什么阵仗？然后圣彼得堡，哇塞，那到处都是这种文化艺术设施啊，它这个密度比中国不知道高多少。所以你看，俄罗斯人的素质、全民的修养，那确实不比任何西方国家差。特别是在理工科方面啊，他们的基础非常扎实。比如说美国的大学里面，你会经常看到俄罗斯的数学教授在上课，底下坐了全是中国和印度学生在听，美国人很少。这个说明俄罗斯的理工的这种基础是非常的强大和雄厚的。所以这么高素质的人才，他要搞高精尖的高技术搞不了吗？完全可以。他若要搞制造业搞不了吗？也没问题。搞高端服务业也没问题啊。所以正是由于他这个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他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优势。你说这样的国家没有希望吗？没有前途吗？绝对不可信嘛。这是这个所谓浴火重生论他们的一派的主要观点。从全局看，从宏观看，俄罗斯的经济潜力巨大。那么它现在真正需要突破什么呢？就是制造业的再振兴，或者叫再工业化。这就是最近普京搞出了一套非常激进的措施，要求5年之内，在俄罗斯20个产业中间全面实现这个国有设备替代外国设备，至少要在很大比例上进行替代。包括哪些啊？重型机械、电子电器，包括这个医药食品这个光学元器件等等这些领域，对外国设备的依赖降到，比如说分别降到54%到36%也就是要比现在大幅下降1/3到1半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计划，5年之内要实现。要想实现这么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缺的是什么？钱。这些钱从哪儿来？如果我们看今年的数据，你会发现卢布暴跌了50%，但是俄罗斯的制造业呢收缩了2.5%，也就是萎缩了2.5%。这不对呀，因为在我们脑子里面想起来，货币贬值应该刺激你的出口，还在萎缩，说明他们完全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是一个现实的困境，说明它长期以来工业已经衰退到什么程度了。当然，这是全局来看，并不代表每一个领域都是这个情况。你比如说，现在在某些行业，它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复苏，这在原理上也很好理解。为什么？你现在西方的经济制裁，大量的工业制造品进不来，消费品进不来，那这就形成了市场真空了，没人竞争了。只要你俄罗斯人能生产，一定会获得较高的利润，超额利润，因为市场中没有竞争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聪明的资本就一定会把钱转移到这个领域中进行投资，进行生产这是天然的自然规律，没有办法。俄罗斯已经出现了这个趋势，在俄罗斯贬值过程中，虽然整体制造业在收缩，但是在很多行业现在已经开始扩张，投资开始持续增加了。比如说食品吧，对吧？你一制裁，俄罗斯在反制裁，食品我得自己造，它显然获益了采矿、化工，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跟化工相关的塑料、橡胶，包括电子元器件，还有光学器件、重型的工业机械，我们会发现俄罗斯的资本在不断注入这些领域，它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已经进入稳定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2016年，也就是明年，俄罗斯即将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短缺，包括制造业的再重新振兴，缺钱缺得厉害，怎么办？这是一个马上就会爆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逻辑框架？不是说就一个点谈一个点，如果就一个点谈一点，你就搞不清楚所有信息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了解俄罗斯财政现在处在现在这个情况，你就能理解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它意味着什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最近我看了一个新闻，说俄罗斯政府准备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好，如果你完全没有俄罗斯这种知识，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没有这样的逻辑结构，你看这个新闻不会有任何感觉啊，发债就发债呗，人民币债券就人民币债券吧，没有所谓。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啊，这表明什么呢？俄罗斯财政在2016年年底将会枯竭。他现在西方完全封锁他，国内也发不了这个债，不能融资，怎么办？只有朝东方来，向中国市场去募集资金。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整个西方建立这个金融包围圈啊，在它的南部啊，特别是东南部中国这块有个巨大的豁口啊，俄罗斯可以到中国市场来发行人民币债券呢，这个可能是美国以前没有想到的。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罗斯的金融不会被完全掐断。那么他们要在中国发多少呢？当然，我看了第一批新闻说的不太多，大概是几十亿美元这个规模，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未来可能这个量会增加。那么很多人担心俄罗斯会不会违约，会不会咱们吃亏呢？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俄罗斯发行的是人民币债券它也可能是第一个外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这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咱们在搞人民币国际化，要把人民币借出去，对吧？要借给靠谱的人。俄罗斯靠谱它有的是石油天然气，而我们呢有的是钞票，要多少有多少，不够还能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印自己的钞票去买别人东西，你是不会吃亏的。这个其实就是美国在进行金融制裁的时候缺乏考虑的一点。我们现在如果再回顾一下这个点评一下这两大理论，看看哪个理论更靠谱。首先说崩溃论吧，我觉得崩溃论有两个地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个地方就是用数学模型，或者用他们这个西方人这个对痛苦指数的这样一种判断，来估算俄罗斯人对经济痛苦的判断。其实最后也就是你要算一个数，当这个经济指数、痛苦指数到了什么程度的话，俄罗斯人会起来推翻普京，对吧？但是他们考虑问题呢，往往是用欧美人的平均水平来思考问题，但俄罗斯人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举个简单例子，二战的时候在列宁格勒，对吧？德军把列宁格勒围得水泄不通。那个时候，德国经济学家就给希特勒也是做模型说数据说人的卡路里一天必须要吃这么多。那么俄罗斯现在列宁格勒里面只有这么多粮食，平均下来每个人根本不够，所以计算下来结果就是这是一个刚性规律就是达不到这么多卡路里他会饿死，所以他一定会投降。时间3个月。希特勒一听，对呀，那我为什么还进攻呢？行，我把他围着。结果呢？你会发现俄罗斯人守了900天，不是3个月，不是90天，是他的10倍列宁格勒里面是饿死了60万人，但是他没有投降，这就意味着你整个的理论基础全错了，你错误的估计他痛苦忍受指数，结果就导致整个战争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失败。现在这些经济学家再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因为他们不研究历史，总是认为数学模型可以解决一切，所以你算出来他2年经济必然崩溃，他5年没崩怎么办？对吧？他是完全有可能挺到5年的。好，他挺了5年，沙特未必能挺5年那国王这个内部的纷争，有可能沙特先崩了，或者美国的页岩油，看谁耗到最后，谁能死扛，谁就是最后的幸存者。这个是我觉得崩溃论的这帮人的第一个缺点。第二，这帮人在计算的时候忽略了中国因素可以说是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历史悠久中国老百姓听了很多历史上这种关于唇亡齿寒的故事，所以
普京他老人家现在还健在的时候，你美国的军舰就能闯到南海来，他老人家哪天被整趴下了，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所以中国人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这就出了一个问题了。只要美国不能同时把中国和俄罗斯给整翻，那你就不能够掐断俄罗斯的金融的通道。这个是崩溃论者一个最大的问题。浴火重生论呢，我觉得也有点问题，因为他们把这时间看得太短，认为5年就可以振兴。我觉得5年是远远不够的。第一，如果我们来看看中国这个制造业的发展，你会发现中国用了多少年？30年才发展起来。你现在俄罗斯用5年，你就可以再造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吗？可以把这么多产业集群在那生长吗？这是很困难的。我认为这不现实，5年是远远不够，15年可能还差不多，才能明显见效。第二，真正影响制造业振兴，特别是资金，资金本身不是问题，因为俄罗斯境内，包括他们在境外还有大量的资产。真正有作用的或者有决定性这个影响力的是你的投资环境，就是大家愿不愿意到你这儿来投资，有没有保障？这一点我觉得俄罗斯做的还有待改进。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心态要发生改变。你不能还像以前那样，自己觉得自己是大爷，自己觉得自己是超级大国，所有人你们这些外国人都是外邦的蛮夷，或者你到我们这儿来，那就是按照我们的规矩来。所以俄罗斯这一点心态还有点问题。比如说大街小巷完全没有英文提示，也没有任何其他语言提示，只有俄文。你要不懂俄文，那在那就活不下去，对吧？生活就会很不方便。这个东西的改造可不是1年2年的问题。中国说号称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要市场导向、服务导向，这个口号，包括我们这个提出，一直到实际的运行我们已经用了30年时间来转型了。现在呢，转过来了吗？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俄罗斯要从以前那个心态，大国心态，没有服务意识心态，要转向市场的服务这种心态，建立一个合理的市场的竞争机制，包括维持市场秩序。这绝不是1年2年做得到的，也不是5年做得到的，起码得10年以上啊。